就博二那边，博二那边不是说房子不会涨，而是说你自产在那边就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先去弄到台积电外溢的地方，而是你先跑去博二那边去自产？就是除非你就是做附近的摊贩嘛的生意嘛，你才有需要自产在那里哦。应该要避开的地段哦，以现在我讲起来哦，我会说就是未来没有重大建设的地方哦，未来没有重大建设，但是其他地方有它的重大建设，就会造成什么现象？蛋黄区会转移哦。这件事情哦，在台北也都看到了嘛。哦，那我们高雄的证据是什么？我现在看起来的证据哦，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文化中心哦，第二个是合体。其实它也没转移，它只是现在没那么热闹，有其他地方比它热闹而已哦。首先，我们先讲文化中心哦，我没有说那边不适合自产哦，因为那边五福学区很好，所以房子也便宜不到哪里去。但我要表达的是，就很像买那边，那大概就是等保值而已哦，然后跟着通膨涨一点点哦。从年轻人到退休族都能玩。另一个视角看高雄哪边可以去，哪边最好不要买哦。先说结论，年轻人想追求刺激的话，那个前镇那边不是有一个我觉得那算小港哦，草衙那边林路赛道乐园哦啊，你带小朋友放电哦或遛狗的话，你很适合去卫武营哦，卫武营那边去逛，到处跑。那你老人要散心，老人在哪都嘛能散心哦。那我自己的观察是高雄市美术馆哦，蛮多老人那边走来走去。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蛋黄区都是土壤异化的高风险区，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说到高雄哪边好玩，然后我顺便讲讲附近的房地产哦，用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观光哦跟我们那种在地自产的不太一样。然后我跟朋友聊他们讲的东西都我反射出来也是附近房地产情况，那我们就来讲讲哦。那当然要先讲一个前提哦，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是我知道的，一定有讲错哦，一定有讲错，后面讲到那就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哦，或是什么你有很推荐的秘密景点哦，甚至一些秘密店家哈，宝藏店家，你就在下面自己 po 你的店啊，这个我又没差，你不用业配什么，你爱 po 你就 po 啊哦。我有一些前辈朋友那边自己开什么居酒屋啊，哦，那很多啊，那我们都会去哦。好，来进入主题哦。我们以下推荐的地点以区域来分哦。来，第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看起来要像是林雅跟千金哦。林雅跟千金哦，为什么？因为林雅区是怎样？那个流音中心啊，高流流音中心啊，黄色小鸭你看到那边去，那边大概都还算林雅区的门牌。然后过五福路桥以后，就到盐城区盐城那个五福四路就过桥以后，哇，一整排都是酒吧，那个就是以前港口的遗风啦。以前就这样嘛，就港口啊，码头工人，然后酒吧真的是一大排通通都有，然后有那个很有气氛的老酒吧那也有那个年轻人喜欢的很潮霓虹灯什么有没的。好，高雄没什么夜店那个如果你是来追求夜生活的，然后来高雄的话，你大概就是酒吧，然后有一些有办活动，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像台北那么标准的夜店这样。说以前有啊，然后倒了这样好，那中央公园也不错啊新爵江一带啊中央公园跟爱河分布在前进区，然后刚讲到的黄色小鸭高流那边应该吧？你们好像是讲高流，我们就讲那个流行音乐中心的一期或二期就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因为它爱河出海口两端嘛。然后在这边就林雅区门牌，在那边就变盐城区门牌。讲一讲，就是林雅区那边很靠近亚洲新湾区，很靠近根本就是了。那个亚洲新湾区都市计划的范围也有划到那里所以你喜欢那边想要去那里玩那你要在那里自产也 OK 真的很 OK。为什么？就亚洲新湾区啊，这个是要扛起高雄下一个50年的发展的重大的都市计划的开发亚洲新湾区就这样。还有那个85大楼嘛，85大楼没什么好玩的那我是说85大楼那一带是不是有个诚毅酒店？现在大概来高雄都会想要去住那个诚毅酒店看看。第一个他说他海景，第二个空中游泳池嘛，对不对？地震网红，每年地震都要调他监视器，然后看人会不会让被泼出去。那边都是属于这个林雅区的门牌林雅街前镇，总之就是亚洲新湾区那边。刚好年轻人也喜欢。
很好啊，对不对？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个地方了，哦，那以后那个地方要发展起来也是不错。还有高雄图书馆、总馆，如果你来高雄，哦，我知道你也不看书啊，你也不读书的，但是你来高雄，你真的是可以安排来高雄图书馆逛逛，很不错哦，真的很不错。如果你的假期刚好排在平日，你来看，尤其是下课时间，哦，你图书馆不是说只有白天可以去，它晚上好像开到9点，是不是？你可以在平日下课时间以后，你去逛那个图书馆，哇，真的很不错，都没有位置哎，哦，都没有位置坐哎，真的都是学生在读书考试哎，你这样子逛哦，慢慢逛，慢慢逛，每一层楼去逛，你看它座位区哦，都大概都是坐满的状况。我相信你逛着逛着哦，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台湾有救了这样。前金区哈是高雄最小的行政区啊，反正就是正市区就对了，老房子很多。然后，目前能够等到的重大建设，大概就是那个71期湿地重划哦，它会去间接影响到。那前提下爱河周边啊，爱河周边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对高雄的印象。你看，就这个，我不是摆了黄色小鸭的哦，黄色小鸭我还特别去查，这个没有版权哦，这说是什么公共财，因为它设计太简单哦，所以就搞了个黄色小鸭的背景布，大家对高雄印象大概就是这里。中央公园也行，中央公园哦。跟爱河，它门牌上属于前军区。那中央公园的话，就是说很多建商在那边推案哦，那推大概都是小两房哦，然后价格我看都稳步站上40-50了哦，我说新的稳固的站上40-50了，所以中央公园也很不错啊。它不错在哪里？它不错就是它在正都心哦，就去哪都不算远的情况之下，又是新房子，那自然就是在地的一些卡后呀哦老人啊买给儿子女儿住哦。那再是盐城区哦，盐城区有什么？有博二，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假日也一定会来的啊。你要自产在盐城区哦，这个我会建议你要不要再想想看？因为博二它真的很鲜明，鲜明就是说就是周末跟连假会有人，其他时候大概都没人。你要自产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你图什么哦。至少我们自己去看，如果以投资自产的角度的话，盐城区博二那边哦，除非我有相关的生意，不然不太会去考虑到那里去哦。老人享受退休生活，也没有看谁真的买在那呢。他们大概也是买在美术馆这样啊。即使西子湾哦很漂亮，你一走到西子湾那边又算鼓山了哦，西子湾很漂亮。那就观光的地方啊，你要投资自产，除非你是做相关生意的吧？哦啊，那边都老房子哦，那个透天真的老起来放哦，真的50-60年的透天哦，然后又卡住路边，还变成说进去的路弯弯绕绕哦，还有一个哨船头哦，码头停船的那些地方，不是都会去那个搭渡轮去旗津玩吗？哦，你在那一带你要自产。我个人觉得怪怪的，可是那边有一群哦，专门去做那个隔套收租的哦，收谁的租？中山大学啊，对不对？中山好歹是好几千学生的中山大学啊，学生都不想住宿舍嘛，因为住宿舍不是说不自由有室友，而是说我们猴子骚扰了，哦，然后又在山上，然后不方便啊，那都会跑下来住，跑下来山脚下那边去隔套收租做了蛮多的哦，真的是蛮多的。诶，那边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大概可以说是高雄热闹的区最便宜的透天。你现在跟我说什么跑到湖内那马下的透天更便宜？对啦，但没人嘛哦。那以热闹的市区来讲，最便宜的透天大概就是在这个鼓山区西子湾那一带，也是情侣约会圣地。好，那另外你要知道中年人去哪里玩？我先回去哈，就是那个年轻人还会去哪里玩？那个北高雄汉神巨蛋，奥兹迪森林公园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没什么好讲。那边就是很精华地段嘛。现在的汉神巨蛋哦，那个演唱会也开在那里，然后瑞丰夜市也在那里哦。那北高雄要玩，大概就玩这个。那最好的饭店，北高雄最好的饭店2个哦，第一个是那个万豪酒店，然后再是国泰投资的那个叫什么哦 H2O 哦 H2O 都是5星级的酒店。我特别讲一下那个万豪酒店，它现在它旁边就是好事多哈，算北高雄最重要的生活机能聚集的地方。那个万豪酒店哦，点灯率好夸张哦，真是好夸张哦，难怪那个旅馆业者会一直在高雄投资哦，一直盖新的。平日我去看那个灯也是亮成大概有7成哦，所以高雄的观光真的是起来了，而且每次一办那个什么演唱会都是不够住的情况哦，房子那个你民宿你都订不太到演唱会。然后高雄演唱会经济又很有名，对不对？都请得动国外天团大咖，虽然说什么世运场馆不收钱啊，不收就不收嘛，有什么关系？
那让他们这些团来台湾一次，然后全省的歌迷都跑来高雄去消费。你去消费，你去附近商店买东西，你去住，是不是都在缴那个5%的那个营业税？哦，就是发票的5%，那个都是地方税，那也算收入啊。哦，我反而认为高雄这个很大胆。那早知道开演唱会，他就会把那个世运盖成怎样？盖成有棚子啦。嘿，你这样完全露天的很看天吃饭，你下大雨怎么办？而且你那个棚子像巨蛋这样盖起来的话，你那个舞台的表现可以做更多的变化。哦，那大概哪些人在玩，就是玩这些了哦。那再来我们讲说中年人哦，中年人去哪里玩？这边我设定的中年人是有家庭要带小孩哦。好，那有家庭要带小孩去玩的话，除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就不要再讲了哦。那除了百货公司以外，我能想到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卫武营哦，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卫武营哦，在市区跟凤山交接那边，我有去拍过会员影片嘛。我不是拍卫武营啊，我是拍他对面那个连开岸，我没有把它走进去。当然，那个啊，你可以这样想，卫武营是什么？哦，卫武营就是高雄的两厅院哦。台北不是有两厅院吗？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哦，啊，就是高雄的两厅院哦，就卫武营。哎，那边哇，那个公园真的很夸张大。我看人家绕着那整块卫武营在慢跑哦，那个跑一圈下来都超过3公里哦，绿地超级大。你要遛狗，下次狗都不跟你去哦，太累了哦。那带小孩哦，是真的很多哦，小朋友你就放在那边让他们去发疯嘛。我看都这样了，就是3、5好友，然后都是家庭就带，然后那边垫个野餐垫，小孩那边跑来跑去那边玩。小孩就是这里好，他不玩手机，好像玩飞盘什么也可以玩得很嗨啊，就放在那边卫武营哦。对小孩子那边，我觉得很棒哦，我觉得很棒。占地47公顷呢，对啊，然后还这边慢跑外面一整圈呢，真的是很夸张哦，超级大。你带小孩倒不用去看那些演出，因为小孩会吵嘛哦，那除非就是儿童剧场，不然的话小孩会吵，为什么？到时候你也怕人家白眼哦，所以你只要带小孩哦，或带狗狗去那边放电，然后卫生很够了，而且他们假日都会办很多市集。我之前觉得很触鼻，就是办那个小朋友的二手市场，小朋友的哦，把家里的衣服玩具拿来，是小朋友的哦，不是我们那种正经在做生意哦，小朋友的，然后小朋友自己去摆摊，然后坐在那边跟老板，然后你要什么你就跟他讲，很夸张，很有趣。中年人还会去那个佛陀纪念馆吧，对不对？佛光山，佛光山大树那边哦，也不错哦，空拍起来跟宇宙战舰一样哦。那购物的话，百货公司太多了哦，那又要购物又要玩乐的话，梦时代。好、梦时代的它有摩天轮嘛，对不对？然后另一个有摩天轮的那个义大世界啊，还有那个有赛车的铃木赛道乐园，你来高雄，你真的可以去逛逛看，它就是露天，然后还有那个当当车，百货公司就是这样哦。那很适合那个带小孩去玩哦，中年人带小孩去玩，因为它找厕所方便哦，又好停车。中年人哦，大概玩乐都被限制在这边。高雄的购物中心也是很多哦，真的是很多，你就慢慢查啊。我自己比较常去的还是梦时代哦，那假日的话就在这边排队。哎，梦时代也是夸张大呢。我想说梦时代一个百货公司还好，然后想说就把它全部走不完。你真的要玩完梦时代，逛完梦时代，可能一天时间是不够的哦。然后那里面光是小朋友的游乐设施，那个就专门做这个的业者，那个就好大一片。对啊，哦，所以梦时代我自己比较常去，然后以北高雄我比较常去的那个百货公司，我去大概都吃饭而已哦。北高雄的话，我现在反而比较常去那个异想天地哦，异想天地没为什么，就从美术馆那边开车过去就到了。然后那个汉神巨蛋那边，我个人觉得人太多哦，异想天地吃饭也不错啊，那牌子也都蛮多蛮新的哦。然后停车说会塞车，反正我都平日去啊，哦我也没差。这就百货公司的分布大概就是长这样。义大世界我很少去。哦，那再来是老人，老人族群可以去哪里？哦，老人的定义就是退休一族哦，通常都怎样？喜欢好山好水，就真的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朋友说他爸退休以后突然就开始看那些钓鱼跟爬山的影片哦。退休以前也没有看他怎么在爬山在钓鱼啊。哦，那我推荐的地方是茂林的情人谷哦，跟田寮的月世界地景公园。那其实那走一走很快就走完，但是那个月世界真是蛮猛的，蛮酷的地方哦。然后市区内你要走走逛逛哦，只是老人散步的话，高雄市美术馆哦，你就慢慢走吧。我
在这边也是看一堆老人在那边走，带孙子哦，那边干嘛那边走，然后3、5老人凑在一起聊天，很不错。里面还有一个湖哦，内围皮哦，内围皮，还有鸭子在游或者什么的。市区哦，北高雄的市区你可以逛，大概就美术馆哦，然后远一点的话就澄清湖哦，澄清湖那边也是很多老人那边健走哦，然后都市里面就中央公园哦。南高雄的话我不知道呢，南高雄老人要去哪里？去海边钓鱼吧哦之类。我看西子湾也有人在钓鱼啊，老人大概就这样。然后我刚刚点到的地方哦，哎，是不是都还算很精华的地区？美术馆哦，然后再来是农16凹子底森林公园哦，然后再来是中央公园哦，再来是澄清湖，哎，这些地方房价都不便宜。换句话说，就是说超高房价的地方哦，他们也会希望是有大大的公园哦，大公园对附近房价来讲是个奢侈品哦，就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好，那你附近哦这个绿地足够的话，那你未来的房价发展就有可能就变得很高这样。那我个人是还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哦，水比绿难得，就是说你要做出绿色的草地或干嘛哦，那个就政府划一块地，然后该怎样就怎样。像那个中都森林公园，在美术馆下面一点，他说那里会有萤火虫哦，季节对了的话，去里面就看得到萤火哦。那我要去看看，在市区里的萤火虫真的假的？就划一块地好好养就好了。但水比较难得哦，水就河啊，要不然就湖啊，哦，就是你家打开你看得到水的哦。那个都是比较难得的景观，因为绿地公园不是到处都有哦，但河就不一样了哦，河就是要你那边有才会有哦，像美术馆能够看到美术馆湖的房子都超级贵哦，都是景观户，其他地方我想也是差不多。好，那市区中央公园老人很多啦，还有那个早上在打太极拳的哦，如果我老了我也去跟他们打哦。你要逛室内也有，老人要逛室内的话，厕所又方便的地方，就比方什么电影馆啊、哦当代美术馆啊、图书馆啊这些地方，老人也是很奇怪，你在图书馆一坐可以坐一整天，我也不太懂。最后你要知道哪边的房子要先跳过比较好哦。高雄当然还是有一些地方哦，就是我们这次讨论我都讲好玩嘛，那大家在玩大概玩高雄的哪些地方哦？那还是有些地段的房子哦需要被跳过的，就是说玩是一回事，你真的要去自产的话，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哦？的原因是它可能增值的效果上没有那么强。我不是讲了吗？就博二那边，博二那边不是说房子不会涨，而是说你自产在那边就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先去弄到台积电外溢的地方，而是你先跑去博二那边去自产？就是除非你就是做附近的摊贩嘛的生意嘛，你才有需要自产在那里哦。应该要避开的地段哦，以现在我讲起来哈，我会说就是未来没有重大建设的地方哦，未来没有重大建设，但是其他地方有它的重大建设，就会造成什么现象？蛋黄区会转移哦。这件事情哦，在台北也都看到了嘛。哦，那我们高雄的证据是什么？我现在看起来的证据哈，有2个地方，第一个是文化中心哦，第二个是合体。其实它也没转移，它只是现在没那么热闹，有其他地方比它热闹而已哦。首先，我们先讲文化中心哦，我没有说那边不适合自产哦，因为那边五福学区很好，所以房子也便宜不到哪里去。但我要表达的是，就很像买那边，那大概就是等保值而已哦。然后跟着通膨涨一点点哦，这种地方啊，你看我刚刚在讲玩乐的事情，我也没讲到文化中心啊。你去文化中心你要玩什么？哦，它里面倒是有一家咖啡那餐厅，它都装潢布置的很漂亮这样。哦，那文化中心是以前高雄的王者呢，哦，王者呢，那现在你看谁会提到文化中心？讲到文化中心，我要讲一个干话，就是文化中心哦，那时候我来念书的时候就去看，那边有一个凉亭嘛，凉亭大概就是在停机车的那边有一个凉亭，哦，大大的哦，不是一个八角凉亭哦，就是长廊型的凉亭，然后有一尊佛像立在最前面啊，两侧都是椅子，所以老人那边下棋聊天或者什么，好有一尊佛像，我第一次去看我被吓到，因为晚上去的嘛，好玩啊，那边路过晚上去哈，去看有个凉亭去看一下，然后镜头有一个佛像矗立在那里，头被砍掉了，夸张，我想说我靠这。高雄怎么那么剽悍啊？那个佛像的头，你把它砍下来是怎样？然后我上次去看还在呢，哦，还在。我
隔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你下次有去看文化中心那个头被砍掉的佛像，或许可以去看看。我叫你看这干嘛？我要表达的是那附近的房子都是老房子，有新建还是很贵，但是也不会有什么，除了学区的考量以外，也不会有谁是真的就指定要买文化中心那边的房子。要买现在香喷喷的是什么？农16美术馆新湾区嘛，这个就是我说的转移，合体也一样在以前汉神巨蛋还没有成型以前，在那个美术馆农16都还没有成长起来以前，最好的社区北高雄是合体合体就爱河沿岸一样有长长的那个步道可以走，然后一堆老人这样。好，那现在就变成说合体的房子很多，然后都老了大概都20年了那新的房子都盖在外面，然后发展的也都不错，所以合体就相较之下，你现在比较少听到说年轻人要买房子是指定合体。对，那这个就是我说会转这个就是你要看他未来还有没有重大建设，或你有没有学区的需求。如果没有重大建设的话，那就算了还是去追有重大建设的地方。不过你只是要来，又应该没差吧？你就玩一玩等到你要自产的话，应该又会跟玩乐这些又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你就看你最无脑你就看哪边的百货公司热闹你给他买在旁边的中古屋大差不差啦，最低保底不会输就这样。要热闹的百货公司因为五福路南高雄文化中心以前也是有百货公司的，后来一场大火之后就不太行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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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
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对，题外话我讲一下，有一个在做包车旅游的包车旅游的 podcast 很不错，自己偶尔听一下。然后他玩的景点玩的蛮多的。我觉得包车旅游司机去录 podcast 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错。然后我查一下，他还有 IG 因为 podcast 不能拍照片嘛然后他的那个玩乐的照片大概都是放在 IG 上。旅游包车 Allen 城那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他特别在哪里？他特别在他都开南部的包车南部的包车啊，玩起来不是玩台南就是玩高雄。台南真的是观光的能量比我们大很多。我听他的节目，那个外国人要来台湾玩的话，会讲台南，他不会讲要玩高雄。来高雄都是参加一些活动、演唱会或者什么。那听他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景点那么多景点那么多，超级之多那好吃的店家也非常的多。要看照片去他的 IG 旅游包车 Allen 城。那 IG 上就是放他载客人去玩的路过的景点的影片，哇，真的都是平常都懒得去的一些风景美照他开始的节目就是听他讲说他那一天行程怎么样介绍了非常多的景点，还有那个吃饭的地方，很不错啊，你去查查看。